0到5分，你会给他几分？我可以给到。嗨，大家好，杰夫。我们今天好久没有开箱球拍了。今天我们开箱2022年史上我最期待的一支球拍——樊振东系列。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立马开始，出发！樊振东系列呢，它是蝴蝶出的一系列的球拍，是今年它的重点项目。它一次出了5个系列 ：ALC、Super ALC、ZLC、Super ZLC， 还有一支 CNF。那我们今天开箱呢，我手上2支，一支是超级的 ZLC，Super ZLC 系列，是蝴蝶最顶级的系列。再来，另外一支是 ALC， 也就是最多人买的系列。那我们今天邀请谁呢？我们今天邀请的大来宾是刘玉溪，我们掌声欢迎他。今天来到动力学，动力学要不要帮我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场地？因为我今天第一次来。就是一个桌球，然后结合瑜伽还有乐高机器人，一个有点复合式的空间。然后桌球方面比较是给儿童或者是初学一点的，是因为这边空间可能比较小一点点，那就是给他们刚开始训练的小朋友在这边就是有一个空间让他们练习，培养兴趣。对，那就是这边因为也有老师会帮小孩顾功课啊或者是什么，所以他可能就可以来这边写完作业，他就可以来这边练球。练完球，他就可以去学乐高，所以就等于是说，他就是运动方面，然后还有一些可能读书方面，都可以兼顾到。所以目前都还是准备中的状态，是试营运的状态。等于是在永和这个地区呢，给小朋友一个比较自由发展的空间。好，我们言归正传，佑鹏平常用哪一支球拍？之前是用尼塔库的。哦，你之前本来就用尼塔库，然后因为我来的时候发现你也买了一支樊振东，对。然后你是买樊振东 ALC， 对，我们先进一段这个球拍的特写分享给大家。这次 Butterfly 帮樊振东这位选手呢，一次出了5款的球拍 ：ALC、Super ALC、ZLC、Super ZLC， 还有我们的 CNF。本次开箱的2支为 ALC 及 Super ZLC， 也就是 CP 值最高的及直接攻顶的2支球拍。ALC 主要成分为方肌纤维加上我们的碳纤维混编而成，具有很高的弹性，却可以保有球拍击球的稳定度，让你的手感清晰，并且降低失控的风险。近年在中价位的球拍当中，一直都是球友们心中排名第1的选择。而 Super ZLC 呢，也是蝴蝶近年来最顶级的系列，历年像是水谷隼、张继科、张本智和，还有我们家林昀儒都有自己的 Super ZLC， 它的神秘编织技术加上特殊的处理方式，照理来说是速度及旋转上都会比 ALC 略胜一筹。有预算的朋友真的可以买来感受一下，值回票价。本集感谢蝴蝶官方与全台最大的波尔桌球用品专卖店赞助提供产品，让球友们可以先来点视觉上的感受。好，那你当初选择 ALC 的原因是什么？我之前在尼塔库之前有打过蝴蝶的板子，但是都是张继科 ALC 这样，我没有打过 ZLC，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张继科 ALC 还蛮好打，只是因为后来是尼塔库有赞助我，所以我就一定要打尼塔库的球拍。OK， 对，所以我就没有想说要尝试什么 ZLC 这样。对，反正我打得顺手，这样就好了。对，当时是这样的状态。对。观众可以去看我们其他集，针对 ALC 或 Super ZLC 的差异，基本上就是它的编织的密度不太一样了。那它的板面的面材也有点不一样，我把它放在这边的区隔在这边哈，两边的区别在这边。那我们等一下就来试一下。然后这一次我们使用的皮呢，因为正好它用的皮是尼塔库的 G1， 两面都是 G1。我今天各位观众，你们真的是大饱眼福。除了樊振东之外，我另外带了2张全新，也是今年最重要的瞩目商品，尼塔库的 Z2， 也是它最新的球皮，也是它目前最高级的球皮。
那我们一样，等一下让佑煌试一下，因为他 G1 打了非常多年，突然换了 Z2，到底什么样的感受对他来讲是非常直接的？那我们就立马开始。好，那我们来做一下最后的总结哈。因为刘玉兴本来就是蝴蝶王，那你蝴蝶王你用了樊振东 ALC， 等于都是 ALC 同等级的东西嘛，打起来的感受。这支力量比较弹，力量没有，你要有需要补充吗？力量比较大的啊，力量比较大。哦，你觉得力量比蝴蝶王大？对，比起蝴蝶王，但其实只有一点啦，对，一点点。对不对？你觉得呢？跟你的原本的小提琴，这支比较弹，这支比较硬一点，对，这支比较硬一点。那在控制上面呢？可是因为比较弹一点，就是控制就会下降一点。对，就会下降一点。OK， 这是最直接的感受啦。对。针对超级樊振东呢？我比较喜欢这支的什么？控球的方面。哇，你觉得这支控球会更好？我觉得这支控球起来，我个人比较觉得比较适合我自己。但力量上面也没有下降。对，我比较喜欢那一支。你呢？我比较喜欢这个 ALC。是因为你自己已经花钱投洗下去了，不是来不及退货。没有，我也可以卖掉再买一支。就是我觉得那支有点太弹了，就是你还没有拉住球，球就飞出去。我觉得这支比较咬球啦。OK。对，我觉得，然后拉起来比较扎实，我自己喜欢。我个人跟玉兴一样，就是我会比较喜欢这支的手感。这支可能差不多，因为超级 ZLC 系列大概就是落在1万上下啦。不一定，每一支不一样。那买到这个等级的人，如果你一样配上最高阶、最顶阶的球皮下去的话，我相信也是一支打起来很过瘾的球拍啦。对啊，那我们给他们一些分数吧。如果以总评，就是以一个总和来说，控制力量、旋转加上它的外形，对不对？以这支评价的话，0到5分，你会给它几分？我们先以 ALC 来说，对。3.1吧，因为它的柄比较，你不觉得比较宽吗？不会啊，就刚刚好啊。跟蝴蝶王跟水谷比起来，水谷做的就是这里比较凸，但这里比较细。对，然后加上它这支比较偏方一点点，就是比较宽啊，这里比较宽，所以对于我们手比较小的，我觉得我比较没有那么好掌控它。哦，反正对你来说，你不会买单这支球拍啦。对，可以这么说，因为不是你平常喜好，不是我心中的那一支理想的球拍。你怎么说？
大概4.1。哦，给到4.1哦，那分数算蛮高的啊，满分是5分，4.1算很高啊。如果跟小提琴比的话，我还是稍微比较喜欢小提琴。原因是我很喜欢很正手的球拍，就是手上会很震动的球拍。真的假的？我没有办法打手上很震动的球拍。但是我就是比较喜欢这样。真的假的？我觉得这样打起来比较有感觉。那你这样子会继续用它吗？还是？就是我不会不喜欢，只是我更喜欢小提琴。因为我不是一个长期使用蝴蝶王的人，我觉得以蝴蝶王的水平跟这支的水平，因为对我来说2支一样，差异没有太大。我只有用过1支蝴蝶王，所以我不能用1支的蝴蝶王代表整批蝴蝶王的评价。近期的 LC 都是很稳定，都是长这个样子，它可能就是换个长相，做一点点微微的调整，那个细腻的感觉，我觉得一般人钱花下去，其实他就是当哪一支好看再买了。对于一般人来说，职业选手可能才能打得出这个心得，甚至你可能这一批买完，下一批换的时候又是另外一个手感，对不对？这个是常发生的吧？对，所以对我来说，你如果有 ALC 的预算，你又喜欢蝴蝶王的手感，或者是你觉得蝴蝶王是一支评价很好的球拍，那不妨你也可以试试看仿真中 ALC， 我可以给到4点多分是没有问题的。再来，我们评价一下超级樊振东。我给他分数大概4.3吧，虽然它比较弹性比较大一点，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刚刚试的时候，我觉得这支比这支好打，顺手。那你觉得呢？我觉得这支3.7吧，3.7、3.8左右。所以以你个人的手感，你还是喜欢 ALC？ 它就是有点太弹，所以就感觉你还没有，就是球感觉就碰到你球拍就直接弹出去。如果说以他可能练球的不用说他业余，就是他练球的时间没有这么充足，然后也没有从我们这么小就开始这样很专业的训练，我觉得那支会比这支适合他们，这支会比这支更适合他们，因为它更有力，对，它更有力，它不需要那么扎实的基本功，或者是很要求动作手感什么的，然后球速就可以出来，对，球速就可以出来，合理。我很喜欢这支的手感。我刚刚打这支超级樊振东的时候，等于是我又抓回我当初买超级水浒准的当时那个经验的手感，但是又比当时的超级水浒准再更有力一点。当然控制会下降没有错，但是力道又变强，速度又变快，所以我其实给他还不错的评价。我们撇开价位来说啊，我们没有请大家买哦，我们真的是非常摸着良心在评论这些东西，因为这一集我们也没有收钱，好不好？没评分呢。哦，你说我给他的分数哦，基本上我其实我可以以我个人的手感，我可以给到4.6，我可以给到4.6，就是超级张继科是出了名的好打，但是每一个人后面就会补一句说他太硬，速度太快，很多人是驾驭不了的，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到那么的死硬啊，所以我会给他蛮高的评价。然后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真的打过太多球拍，可能比云如再硬一点吧。好，那我们现在请佑鹏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跟蝴蝶的其他系列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如果你真的特别喜欢樊振东，就可以买，因为它也没有特别难打。这也是樊振东第一次帮蝴蝶出球拍啦。对。对啊，他第一次签到蝴蝶来嘛，是不是？对，所以如果特别喜欢它，就是它也不会真的很难打。但是跟其他蝴蝶出的系列也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所以网络上我们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参考的文献、参考的资料，我们只能凭自己的手感。今天体验了一整个晚上，在打球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很多的开箱，尤其是有一些狂人的评测，他就会用了很多大量的文字啊。那你看半天之后呢，佑鹏有一个心得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比较专业的选手，他不会去管说什么这是几夹，什么材质又怎么样，那个在里面还外面什么的，就是重点就是好不好打。你喜欢你就是会，你就是会一直用，那你不喜欢，不管它怎么材质有多特殊什么的，就顺不顺手，其实就是闭着眼睛就回答得出来。我没有在管你里面因为加了什么而怎么样。对职业选手来说，不是我们第一考量的因素。真的就是一支自己顺手的球拍。对。真的就是这样，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在场地在动力学哈，它是一个全新准备开幕的场地。那这边有空中瑜伽，还有我们的桌球，桌球是我们的店长佑鹏，动力学的店长有佑鹏在，这边的桌球教学绝对没问题。佑鹏是教的不错哈，我这边可以挂保证。那另外我们把动力学的 FB 放在这边，到时候会有一些活动，然后看完这支影片就可以去我们的那个官方的那个 FB 看一下那个活动的内容，然后再私讯我们。看完这支影片呢，你就去他们官方 FB。当下就会有一些神秘的小活动给大家。我们今天真的非常开心，请到我们前国手刘玉兴跟我们的佑鹏，再次感谢两位，再次感谢我们的动力学。喜欢的朋友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希望这集你会喜欢，对你有帮助。我们下期见，拜拜。拜拜。我今天带来那个尼塔库最新的那个 Z2，你觉得跟 G1 怎么样G1还是稍微赢一点？G1 还比较便宜一点，对不对？大概便宜个200块。CP 值很高。哦，因为 G1 跟 C1 一直以来都是尼塔库的主力热卖款，主力在营运的比。对。但 G1 对玉兴来说比较硬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地兔有点比较偏软。偏软，对不对？对，应该是我们比较喜欢打比较硬一点的。